知道大家在离职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扰，或者是一些让你离不开这个工作的一些障碍呢？我也跟你们一样，曾经都会有这些影响到我不敢离职的一些原因。今天这支影片就会告诉你这些原因，并且帮你解析要怎么做才可以移除这些障碍，让你顺利离职，迎接更好的工作。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啾啾溜溜不滑倒，带你体验人生不滑倒。像 Judy 我自己呢，从大学开始就有在接一些设计的案子，所以大学然后又念了硕士，毕业之后呢，其实一直很苦恼，很想要直接就是开始创业，因为毕竟我是学设计的嘛，学设计都会想要有自己的设计品牌这样子。但是当时呢，因为比较年轻，然后我个性又比较保守，就会很害怕失败，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直接创业。那也是听身边的人，然后也看身边的朋友毕业之后，好像去上班才是一个正常的道路，所以我也跟着大家的脚步一样，然后就开始选择了上班。然后每一次在我可能想要离职或者是要转职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样的人生十字路口，就是要选择创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要选择正常上班。那我一直以来都是选择正常上班这一条大家认为是正确的道路。30岁之后，我才开始选择创业这条我喜欢的路。那我其实回想起来会蛮后悔的，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勇气，就是立刻离职，然后去追求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用我自身的经验跟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感受，然后去告诉你，你不想离职有可能会是哪7个原因。针对这7个原因呢，我也会给出一些解决方案，让你可以透过你的状况，透过这些解决方法去帮助你更有勇气提出离职，去追求你喜欢的工作。第一个原因你不敢离职呢，就是大部分都会有害怕没有稳定的收入。其实你离职之前呢，应该要先存好一笔大概可以供你生活3到6个月的离职资金，让你在半年的期间内可以不用压力这么大，也算是帮你买一个安全感。还有一个方法是在你现在的工作上，如果你已经确定你喜欢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利用你的零碎时间，然后去经营一些跟你喜欢的这件事情相关的副业，从副业上去赚取一点收入。这样子你在提离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副业的薪水可能没有正职的多，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副业所赚的报酬去生活一段时间。这2个方法是可以帮助你打破你害怕没有稳定收入的这件事情的方法。第二个呢，你不敢离职的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这一点呢，其实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比较多。既然你在这份工作上面已经做的一阵子了，那代表你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哦。那如果你是想要转职，你害怕没有一些新的专业知识的话，建议你可以在现在的工作上的业余时间，先去钻研一些跟你想要转职、跟你想要找新工作的一些相关的学习或者是一些课程去上。当你充分了解这个课程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没有经验就没办法转职。这些经历可以把它整理好，放在一些求职的网站上面，像是 LinkedIn 或者是114人力银行或是111这些台湾比较常见的人力网站。或者是你也可以开一个新的账号，好好的把你这些对于你可能从零开始学习这个产业的新的知识呢，把它像当学习日记一样经营一个自媒体出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这样子在看自媒体的话，可以看出你对于这个产业的热情，还有你在学习过程中的状况。如果你不会写离职信，也不会提离职的话，我准备了一份完美离职指南要送给你，在下面链接就可以领取哦。第3个你不敢离职的原因是你害怕离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未知的害怕，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工作，不知道收入会不会跟现在一样好，不知道下一个公司的同事们会不会很好相处，这些东西呢都还是你的想象，对吗？
它还没有实际发生。要怎么打破这一个害怕呢？破解的方法就是先设定你的生活蓝图，就是先想象一个你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你喜欢的工作是可能比较晚一点上班，10点上班，然后可能下午比较早，或者是一个礼拜可能有1-2天可以上半天班，可以把你想象的那个你喜欢的画面把它写下来，包含你想要什么样的收入，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针对这个场景你再去思考说你需要哪一些行动，哪一些条件去达成这个目标。比如说你可能设定我的收入要比现在更多，OK， 那你可能就要想，如果我继续待在这个公司的话，收入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达成我想要的这个目标呢？还是说，如果我现在离职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机会直接挑战我设定这个薪资目标？如果是的话，确定这条路就是你要走的，那你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其实这些东西你想象的，你的害怕，对未知的恐惧都还不存在。好好告诉自己这一点，然后清楚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可以帮助你一步一步。就算害怕是正常的，就算你害怕，但你知道这个目标前进的方向是你要的，那你就可以坚定步伐，就算是一点点的进步，一小步一小步，也可以朝这个目标去前进。第4点不敢离职的原因就是家人朋友或者是社会认为你现在的工作非常好，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什么要离职？我们每一个人生，我们会有亲人，会有朋友，没错，我们也会有社会的一些框架，但是请记住，人生是每一个人你自己要承担的路，所以呢，你要学会在做一些你想要的人生之路的时候，你要学会站好，设立好你的界限。每一个人生决定不一定都会受到你周遭人的支持，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下来这个决定是为了要让你达成你想要的那个生活目标，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让他人去影响太多你自己所做的人生决定。那如果周围的声音真的太大，你可以尝试把你的想法跟你下决定，为什么下这个决定，然后你觉得你下了决定之后你会怎么做，你觉得下了决定之后你的未来会怎么样，可以把它整理出来，跟身边的人好好的解释跟沟通，可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就算没有获得理解，我觉得人生都是自己的，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勇敢的做下去吧。第5个害怕离职的机会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好像很久了，感觉再过没多久我就要升迁了，我就要被加薪了耶，现在离职的话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啊？针对这个问题呢，你一定要好好冷静的下来去思考，去分析你现在在这个公司的位置跟你的优点，你的筹码，你帮公司做哪些 project， 你帮公司赚多少钱，这些东西都一一的列出来，然后去思考说，以前我也是做的这么好吗？以前做的这么好的时候，公司有给我什么奖赏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或许未来也不会发生。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去思考，因为每个公司跟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你可以去好好分析，冷静下来分析说你待在这个公司的未来会是怎么样，跟你如果跳槽离职之后呢，去找别的工作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好好的思考这2条路的未来，那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哪一条路才是你想要的。这个问题呢，有个很大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去分析说现在的这个工作你待在这边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不管是升迁或是薪水，包含你在这个工作上你个人的成长跟学习还有没有空间进步呢？这个也是你要去分析很重要的一个点，去权衡利弊，哪一条路的好处比较多，那你就笃定的选择那一条路吧。第6点，老板对我非常好，而且同事们也都人好好哦，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而且我也不好意思离开。Hello，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错。但是呢，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才去工作，并不是为了工作才有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要去厘清说工作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去工作是为了感情，还是为了我们的成长，还是为了我们的薪水？这个呢，你自己要好好的厘清清楚。如果你是为了去社交，就是这个工作的环境让你觉得很开心，那没关系。你如果认清这一点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公司无所谓。
因为这个公司是你喜欢的。那如果你觉得薪资很重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可是这间公司的薪水真的太低了，那你就要考虑离职，因为这间公司的环境已经不符合你要求工作的标准，就是他的薪水不到你的标准，那你当然要离职啊。如果你真的很不好意思的话，我相信如果你们关系都不错的话，或者是老板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当你提出，我觉得你可以真挚的告诉他们，可能你想要再追求你个人的成长，跟追求一些更多的挑战，我相信他们都会很支持你的。第7点也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想法，包含我自己也有过，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手上很多重要的事情公司没有我的话不行，公司没有我现在离开的话，好像事情就做不下去，公司好像就没办法运作了。所以以前呢，我也会有这种苦恼，直到有一个人，我忘记是哪一位朋友了，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公司会因为少了一位员工而运营不下去，直接打破盲肠。亲爱的，你会这样想的话，代表你的能力非常好，因为你站在工作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上，恭喜你，你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你相信自己的能力，但你也应该要相信公司能够找到下一位替代你的人力的这个能力。当失去你，公司还是会找到下一位做这个工作的人，所以你千万不用担心，公司不会因为没有你就运作不下去。只要你好好的提出你要离职的要求，然后跟公司讨论说他们可能需要多少时间找到新的人，然后跟公司好好的安排好交接计划，让公司能够安心，其实你都是可以随时提离职的哦。只要把这个交接的过程安排好，其实对公司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上面7个理由有几个你也曾经有被绑住的经验呢？其实有时候你会去看这些原因哦，绑住我们的都不是我们一些真正很重要的一些外在条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我们来自内在自己的限制，就是我们害怕去改变，害怕去离职。所以当你去找方法，慢慢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么可怕，而且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毕竟脱离了现在的状况，你才会去迎接未来可能更好的方向。希望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助你，可以去打破一些你不敢离职的一些问题。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启发的话，请帮我按个赞，然后可以帮我订阅，可以或者是分享给你即将要离职的朋友，也给他们一些小建议，或者是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对你来说你要离职最困难的点是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如果你对人生非常的迷茫，你想要离职，但是却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发现你好像一直都重复在一个不好的回圈里面，好像总是找到不好的工作，总是遇到不好的同事。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期望要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活的话，我录制了一个35分钟的线上免费讲座，可以在下面的连结点进去，然后观看这个讲座。这个讲座是综合我上过各式各样的课程，并且结合我几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去整理出了一套我自己改变人生跟突破人生的一些方法。这个内容都已经录制好，免费的线上讲座，只要在下面连结点进去就可以开始观看咯。观看完这支讲座之后，还会送你一个设定目标的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呢会教你该怎么去拆解你的目标，让你的目标可以更容易达成。希望你们的2025都可以找到梦想中的工作。我是 Judy， 下次再见。